哇塞，玄幻迷们集合了！这本新书简直是玄幻界的清流，让人一读就停不下来。主角身怀逆天血脉，踏上逆天改命之路，每一步都惊心动魄。从默默无闻到万人敬仰，他如何以凡人之躯撼动9天10地？情节环环相扣，世界观宏大的让人窒息，看完只想说，这设定绝了！不看，你绝对会后悔错过这场视觉盛宴。精彩小说会成册，订阅小说世界不错过，全文一播到底。别忘了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、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精彩故事现在开始。第1章，苦等18载，系统降临。听说了吗？前几年被张长老带回来的那个杨胜，因为修炼速度极快，最近被检测出乃是罕见的火灵体，直接被紫阳峰主收为了关门弟子，成了太一圣地最年轻的真传弟子。这个消息谁不知道啊？整个圣地都传遍了。是啊，真是羡慕了，怎么我就没有这种资质呢？2个穿着太一圣地外门弟子服饰的人边走边论，没有做任何遮掩，这些话一字不差的全部落入到了许川的耳中。杨胜，火灵体，真传弟子。正在路上行走的许川突然听到这个消息，有些惊疑，也有些羡慕。在外门待了这么多年的许川，很清楚真传弟子这个称谓意味着什么。那是他这一生都在追寻的目标，可这个目标却是又是那么的遥不可及。真传弟子啊！许川止不住的叹息。他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18年前，他还在地星上大学，一次在挽救落水儿童的行动中，被水底的水草缠住，不幸遇难。原本许川以为他的一生就将这么结束的时候，他的灵魂却意外地穿越到了这个世界，重新投胎成人。年少之时，在这个世界父母的多方努力之下，他加入了太一圣地，成为了圣地中的一名普通外门弟子。这是一个名叫玄天大陆的世界。这个世界疆域辽阔，分成了东西南北中5域之地，每一域中都有着数量众多的宗门和圣地，割据一方。其中也有不少的武道王朝统治万民，更有个人实力强大到可以摘星纳月，横渡虚空的武者。奉行弱肉强食的准则，强者高高在上，俯瞰众生，弱者不过为蝼蚁，随手可杀。太一圣地所在的东域更甚。穿越而来，许川自然不想此生籍籍无名，经常幻想着自己可以一飞冲天，登临绝巅，成为那人人敬仰的强者。但是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却是残酷无比。许川能加入太一圣地，资质自然不算差，可仅有资质，没有相应的修炼资源，却也难成武道强者。许川的父母将他送入到太一圣地，已经是散尽家财，根本没办法为许川提供后续的修炼资源。他加入圣地将近8年的时间了，日常修炼只能靠圣地下发给每个外门弟子的资源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才修炼到了淬体境6重的地步，这就是没有资源帮助的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极限。而那些有背景、有家族的支持的弟子，早就跟他拉开了巨大的差距。甚至有部分弟子已经通过外门考核，成为了太一圣地的内门弟子。圣地规定，入门8年以上者，无法通过外门考核，成为内门弟子的话，就要被贬为杂役弟子。而我如今已经入门7年零11个月了，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，但我的修为只有淬体境6重，根本没有通过考核的可能。成为太一圣地的内门弟子，只有几个途径。一是通过外门考核，凭实力进入内门；二是拥有绝顶天资，被内门长老所看重，直接升入内门；三是为圣地立下大功，凭功勋兑换一个内门弟子的身份。可这几个途径都不是许川所拥有的。难道我注定要被贬为杂役弟子了吗？许川此时的内心无比绝望。太一圣地杂役弟子，说好听点是弟子，说的不好听就是一干杂活的仆人。什么脏活累活都得轮到杂役弟子来干，危险性高的工作也是杂役弟子干。这简直就是一个高危职业，说不好哪天就死掉了。许川心中自然是不愿意去当杂役弟子的。
他面容苦涩，但一时间也想不到任何办法。就算他有足够的修炼资源，可消化这些资源也是需要时间的。没个1-2年，休想拥有足够的武道修为通过外门考核，更别说他根本没有修炼资源了。这让许川心中生出了些许怨念。别的穿越者不说天赋绝顶，至少还有个金手指，机缘更是走2步就能得到，出门老爷爷老奶奶就送上门来。怎么一到了他这里，好事就一件也遇不上呢？晦气！就在许川自怨自艾的时候，一道虚无缥缈的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响起。系统绑定中，恭喜宿主成功绑定剧本查看系统。许川愣住了，有些搞不清楚情况，不过随即反应过来，脸上露出狂喜之色。系统，这难道就是我的金手指？我就说，身为穿越者，怎么可能没有金手指？这不，系统虽迟但到。他等这一刻，足足等了18年，天见可怜。许川快要激动坏了。有了系统，不说立马成为一方强者，至少能够让他看到希望，看到不被贬为杂役弟子的希望。就是不知道系统有什么功能。稍稍平复之后，许川当即开始查看起系统的功能来。等到搞清楚了系统的基本使用方法，许川开始拿自己实验起系统的功能。心念一动，顿时一行行信息出现在许川面前。姓名：许川，境界：淬体境6重，天赋：千载难逢，命数：霉运缠身白，人生剧本：路人龙套剧本，机缘：被贬为杂役后到后山收拾废弃洞府，发现前人留下的一张淬体液药方。霉运缠身，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入内门，贬为杂役弟子，受尽外门弟子孙乾欺负，得到的淬体液药方也被其抢走。后孙乾利用关系将许川安排到危险的万寿堂清理妖兽粪便，突遇妖兽暴乱，被一只神通境妖兽一脚踩死，享年20岁。所有信息都一目了然，甚至连命数和机缘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都被系统展现了出来。和他所料想的一样，他的天赋不错，达到了千载难逢的地步。看到机缘的时候，许川也是心头一喜。可当他看到命数和人生剧本的时候，他的脸色顿时沉了下去。他只有一个霉运缠身的白色命数和路人龙套剧本，光看描述，许川就知道这不是个好东西。他竟然只活到了20岁就死了，还是以这种屈辱的死法死去的，这也太惨了吧！就没见过死得这么快的穿越者。第2章，狠起来，我自己的机缘都抢。至于系统提到的那个孙乾，许川和他是老相识了，来自于一个武道家族，平日里最看不起他们这些平民武者，尤其是像许川这样极是平民，修炼天赋又高的。孙乾靠着家族的支持，早就达到了淬体境9重，所以经常欺负许川，两人也因此互不对付。很好，孙乾是吧？敢给我下绊子，我绝对饶不了你。许川恶狠狠地说道。根据系统所显示的信息，在他成为了杂役弟子之后，孙乾不仅抢走了他的淬体液药方，还将他安排到了万寿堂时分，最后死在了妖兽脚下。作为间接导致他身死的凶手，新仇旧恨加在一起，许川已经将孙乾记在了自己的必杀名单之上。至于许川的自信是哪来的？当然是源自于系统。在系统的帮助下，许川不相信自己不能成功逆天改命。重拾自信以后，许川将目光放在了自身信息上，关于机缘的那一行。机缘，被贬为杂役后到后山收拾废弃洞府，发现前人留下的一张淬体液药方。这淬体液可是好东西，可以说是淬体境的神药。使用淬体液浸泡己身，能够淬炼体质，伐毛洗髓，疏通经脉，提高天地元气吸收速度，还能够帮助淬体境武者突破境界。而淬体液的药方更是被各大宗门圣地牢牢掌控，普通弟子根本没办法接触到。没想到他竟然有机缘能够获得药方。要知道，每一份淬体液都能在方士之中卖出天价原石，平时出现一份，
那都是外门弟子抢破头的东西。许川入圣地将近8年了，也没得到过一份淬体液，不然以他的资质，怎么可能还停留在淬体境6重？只要许川能够得到这淬体药方，他就有绝对的把握突破内气境。许川已经受够了被修炼资源所限的生活，一定要尽快得到它。许川心中暗暗下定决心，逆天改命就从夺取自己未来的机缘开始。反正注定是自己的东西，他提前去拿又有什么坏处？早点得到，他还能凭借这药方成为内门弟子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外门后山是一部分修为在淬体9重，即将突破那气境的弟子的洞府所在。太乙圣地外门弟子数量众多，淬体9重的弟子数量也不是少数，但是后山洞府的数量却是绰绰有余。因为洞府众多的缘故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长期闲置的状态，只有定期清理洞府的杂役弟子才会踏足。但是有的杂役弟子偷懒，导致有部分洞府长期无人打理，已经废弃。不过巧的是，不时有杂役弟子在这些废弃的洞府中寻到一些物品，虽然价值都不高，但对于杂役弟子来说已经算是不错了。只是许川没想到，自己的机缘竟然也在这。如果不是成为杂役弟子，恐怕他一辈子也不可能踏足这里吧。刚一到废弃洞府区域，他就感觉到十分的头大。这里的废弃洞府也太多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淬体液药方在哪个洞府，系统也没有给出一点提示。没办法，许川只能挨个找起。好在他感觉今天像是走了大运，没一会就有了目标。穿过一片茂盛的杂草丛，一个由石头搭建起来的洞府出现在许川眼前。可能是由于长时间无人打理的原因，石屋洞府大部分已经倒塌。直觉告诉许川，他所寻找的淬体液药方就在这倒塌的石屋洞府之中。许川开始仔细地翻找这堆乱石，不放过其中任何一个角落。在他几乎将整个石屋洞府的石头都翻找完之后，突然一卷丝绸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卷丝绸被埋在石屋洞府的地板之下，只露出了一点边角，如果不用心清理，根本不可能发现。小心翼翼地打开这卷丝绸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张不知是何种妖兽的皮，上书淬体液3个大字。终于找到了。许川长舒了一口气，心中沉甸甸的担子也落了下去。既然找到了淬体液药方，那就足够证明系统是真的。他也真的得到了逆天改命的机会。这要是换做别人，恐怕此刻已将快要乐疯了。但许川很快就止住了自己的情绪，将记载着淬体液药方的兽皮放入怀中，死死地守护着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的道理，两世为人的许川十分清楚。这份药方放到外面，随随便便都能够卖出数百万下品原石，这简直是一招暴富的感觉。作为圣地的外门弟子，许川每个月只能领到10块下品原石的修炼资源，只能说是刚好够日常修行所需。想要更多的原石，除了圣地下发的任务之外，别无他法。但修为不高的人，又怎么敢去接那些十分危险的任务呢？许川在圣地的8年时间，也只存了50来块下品原石。但现在身怀价值数百万下品原石的药方，他简直就是外门首富。不过许川显然不会如此短视，傻到将这药方给卖出去，更不会走漏一点风声，引来别人的觊觎，否则他怕是性命不保。接下来就是靠着这淬体液丹方突破境界，参与外门考核。许川暗自说道，随后小心将周围的一切都恢复原样。在确定周围没有任何人发现，便匆匆离开了此地。许川回到洞府，连忙开启洞府的防御阵法，然后盘坐在床上，将那淬体液药方拿出来仔细观摩。他必须保证这药方是正确的，这关系到他今后的命运。一炷香之后，许川缓缓放下了药方。果然不愧是淬体境神药，端是神奇。淬体境的修行主要以锤炼肉身为主，配合着功法慢慢的吸收元气，不断淬炼肉身，为那气境打下坚实的基础。而淬体液正是这方面的神药。
并且炼制淬体液所需的材料十分的便宜。许川算了算，即便他现在只有50多块下品原石，竟然也能够买到5份淬体液的原材料，这其中的暴利可想而知。要知道，外界一份淬体液的价值不低于1000下品原石，要是让人知晓其成本只要10块下品原石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吐血身亡。许川顿时理解了为什么这些人要将药方藏得死死的了。事不宜迟，许川准备立即前去方市购买所需要的一切材料。小心翼翼地将药方藏在洞府隐蔽之处，许川离开了洞府。第3章，淬体境9重，天阶残法的消息。来到圣地方市，许川拿出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原石，购买材料。为了确保药方不会被泄露出去，许川并没有在一家店铺内购买，辗转几家店铺才买齐了所需的材料。并且许川还故意多买了几种材料，为的就是掩人耳目。备齐所有材料后，许川再次回到洞府之中，支起一口大锅，开始炼制淬体液。这淬体液不但成本不高，就连炼制方法也十分简单。许川一个淬体境6重的武者，也能够很轻松地掌握其中的要领。半日之后，许川看着自己眼前这5碗粘稠的液体，成就感十足。开始吧，这修为境界是时候突破了。许川深吸一口气，将就这口大锅，把淬体液倒入其中，再加入温水。倒进去的瞬间，水就被染成了翠绿色。许川脱光全身衣服，直愣愣地跳入了大锅中，颇有一股铁锅炖自己的感觉。一进到淬体液中，许川便感觉到一股热流传遍全身，狂暴的药效夹杂着一股股元气，不断地冲刷着他的肉体。许川的皮肤越来越红，头顶开始不断冒出热气，就仿佛一只煮熟的大虾一样。他只感觉骨髓中如同蚂蚁爬、针扎、刀割一般，身上更是奇痒无比，让他忍不住的抓挠，皮肤都被抓出一条条的血路。紧接着，他的皮肤表面冒出一层黑色的污秽之物，散发着阵阵恶臭，令人作呕。片刻之后，药效被许川全部吸收，锅内的液体也变得清澈无比。许川猛地睁开双眼，眼中迸射出一道强烈的精芒。淬体境7重，突破了。不仅如此，许川感觉到自己的经脉得到了拓宽，身体里堆积的杂质也被逼了出来，吸收天地元气的效率提升的不止一层。果然不愧是淬体境的神药，这效果简直绝了。对于淬体液的效果，许川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随后，目光放在剩余的4份淬体液之上，他准备一鼓作气将之全部吸收。半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。洞府中，许川沉迷在淬体液强大的药效中无法自拔。噼里啪啦，他的体内陡然传出一阵像炒豆子一样的声音，赤红色的皮肤也渐渐恢复正常。紧接着，一股强大的气势席卷而出，激起洞府内的尘土。呼呼，许川跳下床来，对着空气挥舞出拳，打出凛冽的劲风，力量增加了数十倍，达到了淬体境的极限。这就是淬体境9重吗？紧握拳头，感受着体内浑厚的气血之力，许川有些兴奋。仅仅半个月，在消耗了4份淬体液之后，他从之前的淬体境6重，直接跨越到了淬体境9重巅峰，这跨度之大，骇人听闻。其中固然有许川本身天资非凡的原因，但如果没有淬体液的帮助，许川想要达到这一步，还不知道要多久。眼下只缺少一门内气境的功法，便能够突破到那气境了。许川心里暗暗想到，等突破到那气境，许川就有100%的把握能够通过外门考核，成为太乙圣地内门弟子。不过这那气境的功法却让许川犯了难。那气境功法，太乙圣地传功塔内多的是，但那些功法都需要用功勋来兑换，而功勋的获得方式无非就是做任务，或者对圣地做出贡献。这对于那些有钱有势的弟子简直就是九牛一毛，但对于许川来说却是一个难题。入门这么多年，他积攒下来的功勋远远不够兑换一门那气境功法的。
必须得想个办法弄一门纳气劲功法。活人还能被尿给憋死吗？显然是不可能的。许川思索一阵，眼中闪过一丝金光。他想到了一个地方，万宝楼商会。这万宝楼商会遍布整个东域，号称无物不卖，无物不收，其中肯定有适合他的那气劲功法。正好他之前炼制的淬体液还剩下一份，可以交易给万宝楼，换取原石购买功法。只要他小心谨慎一点，暴露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去。当下他清理了身上的黑色污渍，穿戴好衣服，准备前往万宝楼商会。这万宝楼商会不在圣地之中，而是位于圣地属下最繁华的人类城市太乙城中。出了圣地山门，许川花了小半天的功夫才到了太乙城中。找了个地方换好事先准备的黑色斗篷，许川直奔万宝楼所在。踏进商会大门，许川有些感慨，不愧是东域最大的商会，真是繁华。各种商品琳琅满目，摆在最显眼的位置。不过许川没有去乱动，这些东西都有禁制守护，一旦触碰就会激发禁制，到时候可能会发生危险。就在许川四处查看的时候，一道女声在他身边响起：欢迎来到万宝楼商会，不知客人想买点什么？许川转过头，看到一个女子朝他缓缓走来，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。我想出售一样东西给你们万宝楼商会。说着，许川小心翼翼地从胸口拿出装着淬体液的瓶子，递给了女子。公子您请稍等，我们万宝楼商会有最好的鉴定师，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价格。女子接过许川的储物戒，盈盈一笑道：作为东域最大的商会，他每天接待的客人都是海量的，对于许川的这一身装扮丝毫没有感到意外。许川笑了笑，说道：行，那你先去，我在这随便看看。万宝楼商会的信誉自然是值得信任的，要不然也不能开遍整个东域。女子习惯性的歉意一笑，随后拿着装有淬体液的瓶子进了商会内间。等女子走后，许川在这里逛了起来，想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功法。突然，一个身着华丽的青年引起了许川的注意。许川有种莫名的感觉，此人身上有大机缘。为了验证自己的感觉，许川用系统一扫，此人的信息尽数出现在他眼前。姓名：徐晨，境界：纳气劲二重，天赋：万众瞩目，命数：气运之子金，逢凶化吉子，心境不稳白。人生剧本：气运之子的打怪升级之路。机缘：在万宝楼商会中闲逛，发现一门残缺功法，心血来潮将其买下，发现竟是天阶残法，靠着这门残法开启气运之子路。气运之子为气运所中，走到哪都有好运降临。逢凶化吉，遇到生命危险总能够抓住一线生机，从中逃脱。心境不稳，虽为气运之子，但其心境却算不上强大，容易崩溃黑化。竟然是一个气运之子。许川有些惊讶，没想到自己一出门竟然就遇到了气运之子。不过这个气运之子的修为有些低，只有那气劲二重的修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界五修一共有9个境界，从淬体境到帝尊境，其中有纳气境、退凡境、神通境、涅槃境、轮回境、通天境、天王境。纳气境只处于武道修行的第2境。不过这都不重要，最吸引许川的是徐晨机缘里的信息。按照上面所说，这万宝楼商会中有一部残缺的天阶功法。这可是天阶功法，即使是残缺的，也不是现在的许川能够接触到的。没想到只是心血来潮查看一下，竟会有如此大的收获。许川的呼吸甚至都开始急促起来。修行有境界之分，功法自然也有品级。从上到下分为神阶、地阶、天阶、地阶、玄阶、黄阶。越是上乘的功法，修行的速度越快，吸收元气的效率也会更高。如果没有系统的话，他估计只能购买一门黄阶功法。天阶残法啊，即便只是残缺的，那也是能卖出天价的东西。许川在心中惊叹不已。
一定要得到它。此时的许川脑海中只有这一个念头。第4章，得到功法，修炼玄阳诀。这时，刚才的女子回来了，手中拿着的正是之前许川给她的瓶子。这位客人，您给的这瓶淬体液品质极高，经过我们万宝楼鉴定师鉴定之后，作价1500下品元石，不知客人是否同意？听到这个价格，许川略微思索了一下，随后便点头同意了下来。他原本以为这瓶淬体液能够卖出1100下品元石已经算是不错了，没想到竟然值1500下品元石，这也让许川再一次认识到了淬体液的价值。客人，这是1500下品元石，请您收好。女子递给许川一个储物袋，里面装着的正是他卖掉淬体液所得元石。许川小心地接过储物袋，这么多元石，他这一辈子都没见过。一瞬间，许川有了一种暴发户的感觉。不过，很快他就回过神来，不能膨胀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将那门天阶残法搞到手。于是，许川装作漫不经心地朝女子问道：“不知你们万宝楼售卖的功法在哪？客人请随我来。”听到许川询问功法，他领着许川来到了2楼，专门售卖功法的地方。这里便是我万宝楼售卖功法的地方，客人想要什么功法，只需拿着这一枚令牌，就能越过禁制拿到功法了，之后到楼下结账便是。说着，女子恭谨地递给许川一块令牌，随后便离开了。这里的客人众多，他不可能只服务许川一人。接过令牌，许川余光看到徐晨也上了2楼，顿时有些急了，绝不能让徐晨抢先拿到功法。当下许川开始挨个地查看起这里的功法。落云剑法，黄阶下品；猛虎功，黄阶上品；行云诀，玄阶下品。时间一分一秒的在流逝，许川也开始紧张起来。不愧是万宝楼商会，这里的功法实在是太多了，想在这些功法当中找出天阶残法，着实有些困难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功法必然会被徐晨得到。想到这，许川扫视的目光更快了。他着重将目光放在那些没有标注品阶，或者根本不可能有人选择的功法上。可即便如此，寻找的范围依旧很大。就在他都想要放弃的时候，一本书籍从他眼前掠过。他顿时停住目光，眼中瞬间露出巨大的惊喜之色。直觉告诉他，他要找的东西就是这天阶残法。那是一本从外表看起来极为普通的功法秘籍，甚至算得上的寒酸。因为那本书就连封面都缺了一角，后面更是缺了不知道多少。所处的位置也极为隐蔽，常人几乎不会把目光放在此处。若非许川有心查找，恐怕他也是永远无法注意到此处。玄阳诀极为残缺，因只有纳气阶段法门，暂不定品阶。怪不得没被人买走，换作是我，在不提前知道这门功法品阶的情况下，也不可能购买。不过系统都说这是天阶残法，必当不会简单。我能否完美晋级内气境，就全看你了。呢喃之中，许川迅速掏出令牌，打开禁制，将功法取了出来。而就在这时，徐晨也刚好来到了这里，正准备将这门功法给拿出来看看。不过看到已经被许川抢先一步，倒也没说什么，转身查看起其他的功法来。功法到手，许川不准备在此地久留，又随手选择了一门名叫赤血刀法的武技之后，许川下楼结账。2门功法，最后许川只花了不到500下品元石，其中赤血刀法还占了大头。再次回到圣地之中，许川用剩余的元石租了一个修炼室。这些修炼室是圣地专门为弟子准备的日常修炼的地方，其中有着聚灵大阵，能够接引海量元气，帮助弟子修炼。每次进入修炼室只需要付出少量的元石。许川在修炼室中席地而坐，迫不及待地将玄阳诀给拿了出来。玄阳诀修成之后，如一举一动如大日亲临，大成境界可化身大日，长太阳之力。嘶！许川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眼中随即迸射出狂喜的光芒。
光看这介绍，一股王霸之气就扑面而来。不愧是天阶功法，就算是残缺的，也比外面那些黄阶功法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如果不是我捷足先登，这本功法必定落入那徐晨之手，再加上他那气运之子的命数，几乎可以预见到，顶级命数加上一门顶级功法，势必会造就出一个绝世天才出来。甚至，那徐晨未必不能登上太乙圣帝圣子之位，成为圣帝圣主的候选人。不过那都是如果了。现在这份机缘已经被许川得到，许川开始修炼这门功法。轰！许川才将功法练了一个小周天，一股强悍的气息就爆发出来，更有一股灼热的气息在他的筋脉之中乱窜。此刻的他周身围绕着一股如大日一般的气息，灼热的温度仿佛想要将周围的元气给点燃。若是有修为低的人靠近，怕是一接触许川就会被这股大日气息给烧成灰烬。似乎是为了回应许川的想法，当许川运行完一个完整的大周天的时候，其身上散发的气息更为恐怖，极致的温度使得虚空都噼里啪啦作响。幸好这修炼室是由圣地花费大代价修建，据说轮回镜都不能破坏，要不然此时这里估计已经化为一片火海。下一刻，许川一口鲜血从嘴中喷射而出，整个人的气息也开始散乱了起来。不愧是天阶功法，即便是残缺的如此厉害，许川修炼起来也颇为吃力，甚至有走火入魔的征兆。到手的鸽子，我还能让你飞了不成？给我震！许川眼中露出厉色，随着话音落下，他猛然加快运功速度，玄阳诀产生的大日气息忽然加速，化为一道道炙热的神光穿梭在许川体内。霎时间，他体内的元力瞬间被点燃，一遍遍的被大日气息给炼化，他的肉身也在被熬炼，仿佛要将他烧成灰烬。但许川没有放弃，一直在强行忍受，同时不断吸收着周围的天地元气，化作自己的元力和大日气息周旋。